徐老师给了你一个评价，他有世界级的知识，他有世界级的藏书，他有崇高的原则性，深邃的幽默感，是我所知人类之中最好玩的人。我的世界就是我的这4本书里的体现的东西，就是我做企业新东方，做真格基金，在北大10年的历程。基本上您每一个选择都踩中了当时时代最重要的大的浪潮。人生总是这样，你匆匆过去了，它就是一个门，你停留一下，它会给你开一半，你自己再推一下，会给你开。那当代出的这些新的书，您是越出来的新的我越不读，越有人谈论的我越不读。这个大的浪潮下，您会担心 FOMO 吗？你可以 FOMO， 但是不是心态上的 FOMO，是行动上的 FOMO。您看现在的这个时代，AI 也好，我们的时间过得似乎比以前快很多。全人类现在建立的知识的宇宙，它已经全部扫描完了，它知已无涯了。我们还生还有牙还没解决呢，我们都有牙，对吧？它都无牙。我很快没牙了，对吧？草鹿居3个字，我是从那个董其昌的书法里集了3个字，就命名我这个读书的地方叫草鹿居，很有世外桃源的感觉。对，感谢，来进来看一看。这大概有多少本书？这个大概他们整理的，我统计大概89000多册吧，不小了吧？哇，相当于一个中型图书馆。不只是这儿了，有3层，待会儿有空的话，你愿意看的话，上去看一下。好，那你坐这儿怎么样？好。很开心今天来您这儿啊，非常好，感觉像在这儿上课。No， 何必这个上课太奢侈了。小班授课。我前2天跟安娜打电话，她说，你们现在，我就跟她说我要跟您聊天，然后让她跟我讲讲现在在真格啊，你们都在聊什么？对，她说您现在主要的时间跟她聊的时候，都会聊怎么培养下一代接班人。徐老师刚刚退休了几年？他退休了几年了？对，您也说，我明年生日的时候退休。明年退休？我已经早就我说我65岁，明年10月份一定退休，裸退，对吧？裸退，真的什么都不带走，当然带走了真格的记忆和情感。之前您很强调说，人一生要做几个正确的大的决定和选择，对，不是要做无数个。其实是这样的。这是巴菲特的理论也有这个芒格，对吧？他说人生，他说投资就是你记住有个20次机会的打卡，对吧？打完了就完了，你的生命和这个机会就这么 match 了。但是我觉得我人生中也是这样的，我几个重大选择就是，第一个选择是当时从内蒙古报道，觉得只进北大，到了北大，我觉得我应该在北大退休当个教授。后来我觉得。这个教西语的应该到西方去了解一下，就留学美国。到留学美国，我发现这个英文没法生存，我就学了计算机，因为那个90年正好计算机刚刚起步，那么学的非常艰难，计算机啊，因为10几年没摸过数学，但是吭哧也学起来了。那这个跨度还是大的啊，当然非常从文科变成计算机啊，对啊，都不敢想象。但是这是人生，我认为是，对吧？除了进北大之后。离开北大做的最重要的选择，就是把我熟悉的10年的东西全扔掉了。拿到硕士以后，在贝尔传讯呢，就是贝尔实验室后来分出了一部分做短途研究的，叫做 Bel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我在那儿当软件工程师，是因为有了这个学位。非常幸运的是，第一时间找到工作。那也是十分艰难的，非常艰难，因为当年那届贝尔实验室是全球最重要、最都觉得是工程师的摇篮嘛。在新泽西，后来我的新东方就完全回到英文。那是您第3个选择，重要选择。第4个重要选择就离开新东方做什么？这个最后和小平做了真格基金，这是我作为工作来说的最后一个份工作了。我退休了嘛，这样退休之后我肯定不再工作，再创业啊，再做其他的，就个人的阅读了，是吧？阅读啊，写著作啊，做点其他的。其他东西，因为我还有这个瓦列奎大奖的一些社会责任，作为捐赠者，瓦列奎大奖现在10年了。那么，瓦列奎大奖不断在往前演化，那我也有很多会议啊，有很多社会活动啊，
这可能是我退休之后有一些事儿。您刚刚说您就是人生最重要的这4个选择和转折，对。然后我昨天就是想了一下，基本上您每一个选择都踩中了当时时代最重要的大的浪潮。这我很幸运呢，对吧？不是我很聪明我很什么，碰巧都踩到了时代的节点，对吧？对，80年代的时候去北大，其实是当时这个文艺思想最开放、最活跃的时候，校园。90年代出国。对，也是当时开始兴起的出国潮对，学英语算比较早的。对，00年新东方其实那会儿是中国刚加入 WTO 嘛，然后10年开始做这个真格基金，11年，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对，最活跃的时候。其实你要问我说是踩到节点，我只能说幸运的吧。但是坦率讲，我真没思考过。我没真的吗？对，现在看来你说1次2次可能，现在看来跟大家没人相信，对吧？比如我当时回来。这个和老岳他们一起做新东方，我觉得就是说中国这个语言的需求、计算机需求会起来，所以我就回来了。新东方之后，我当然不想再做一个培训类的东西，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正好小平说，那咱们年轻人需要一些投资我们也有一点这个管理这个经验我们能不能跟他们分享？所以11年。就选择了这个，那一做这个正好是当年是这个双创，对，所以我们投了小红书这些早期的非常优秀的公司。所以现在就回到你的问题，现在就说第一个我幸运，第二个呢，其实也是有准备的，对，也就是说现在发现每后一件事儿，它的内核是前面一件事儿积累下来的经验或者技能，再推溯到前面又是前面积累的技能，对吧？如果没在北大，我就没办法学英文，没法学英文就没法最后出去看世界，没有及时的回来，就没法把这个东西在当年的大家需求中淋漓尽致的挥洒。如果没有离开新东方，我们就和中国的这个创业发展没什么关系了。就我个人来讲那整个这个是像一环套着一环来的，但是都不是有意的安排或者选择的。但是我知道我内心会回归的。我40年不离不弃的还是我的人文的兴趣、激情。您对文字、对语言、对文学的这种痴迷，是来自于您，比如说是北大的时光，还是说再往前，您在内蒙长大，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的吗？内蒙的这个成长，确实是我文学的这个兴趣或者热望的开始。怎么说呢？第一个，我父亲呢，他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爱读书。你像牛虻这些，都是我从他的这个壁橱里找到的，《钢铁怎样炼成的》，对吧？早期这个虽然是俄苏文学，就是说还是面不是那么宽，但是翻译家都是一流的。我就读了大量的这样的文学，我觉得给我展开了另一个世界。第二个呢，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在那个中学呢，当时遇到了非常难得的一批老师，比如我的陆老师，有一个暑假我说，陆老师，您能不能辅导我古汉语？他说你学习不错，你挺好学的。他说我给你布这个作业，如果你能完成呢，我们回来我再答应能不能教你。如果你完成不了，就肯定不可能。他从他的这个抽屉里拿出一个跟这个差不多厚的50篇古文，他是完全从《古文观止》里大概拿出来的。当时《古文观止》大家市面上没人卖，没有卖的，中华书局后来还没重印呢。后来呢，他说我自己刻的蜡板，就一个字一个字他刻的钢板印出来的，印的白纸上字儿很大方字。他说你利用这暑假几个月，我不管你求教谁或者用什么方法，你把这50篇尽量多的标点出来，因为他刻字的时候把这个当时的标点符号全删掉了，完全要靠我自学了。那我没有一点根底下，我怎么入门呢？我就又回到我爸那个书堆子里，发现他爸就我爷爷，我没见过爷爷，当年传给他了2个传家宝，就是2本民国时候出的《辞海》，还是词源可能2本很厚黑皮的，我就使出了这个9牛2虎之力，穷尽了所有的我可能性，几乎每天大概有个7、8个小时的工作，
除了吃饭睡觉就不要点了，因为我想等卢老师一来，我要交作业了，能不能辅导我？结果我花了这个几个月的暑假的2个月的时间，来了50篇，我没法标点完，都标到10几篇，我就交了。我特别惴惴不安啊。这个卢老师微笑着说：“来看看你的作业怎么样？”他就开始翻完这10几页，他就哈哈大笑了。我以为挺满意吧。他说：“王强，你这个作业我坦率的讲，没有一句是点对的。但是他说你是唯一一个学生，做完这就是按照我说的作业递交给我这10几篇的。他说你可交。所以后来，当他辅导我几年以后，我考到了北大。他听到了我这道录取时候，我听到同学在办公室他描述他跳起来了。他说我终于放了个卫星。他没当我说，他跳起来了，眼含着热泪，他比我还兴奋。他说我终于放了个卫星，这是他的原话。这也是其实您自己主动去争取，对，还是下了很多苦功夫的。肯定得下功夫啊。除了天赋以外，我也不一定有天赋，但是如果说天赋，就是努力逐渐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智慧吧，就能够达到我今天处理这些中文、英文，从理解、阅读、翻译之间，它的基础的来源，我觉得是那时候打下的。因为这需要你要走入语言和文化的纵深处，你才能把它的东西拿出来。那您在北大的时候就开始藏书吗？那个不能说藏书，那时候没有藏书的这个感觉。但是我那个床就单人床，这上下铺，我那床几乎是1/3的地方翻2排书。那时候我也比较瘦，但是现在也没那么胖啊。我那时候比较瘦，就是说我的书摞到整个顶到上铺那么高2层，然后剩下床底下一半被我占了，都是书。都是书。哇！然后同学只能够要读到我这儿，坐我床上读，因为我上面贴了个书无外借，因为那时候书是很稀罕的。就那个时候您就会省下钱去买书。我当时的原则基本上是一半一半嘛。那时候我父亲把全家的这个每个月的薪水大概2/3都给了我了，50块钱。当年在北大就8块钱奖学金就是最高的奖学金，您能想，5毛钱一个菜，5毛钱一暖水瓶啤酒，啊，你吃那个德州扒鸡那个小的，也就大概5毛8毛这样，所以50块钱实际上很奢侈。因为那时候我爸我妈可能觉得这个家族好不容易出一个北大的，他们省吃俭用给了我。因为我后来想起鲁迅全集那年83年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一套新的精装，50块钱，也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买一套鲁迅全集，要把全月的这个生活费全部花掉，你就没有打车的这个车票回来了。就从王府井走回北大。那您记不记得就是第一次或者您收的第一本这种藏书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感觉？是我当年到美国留学吧，91年左右。那么大概91年一个圣诞，就是我和我太太这个账户里大概就剩几十块钱了，房租下个月还没有，租了一个非常破旧的房子。那我俩一商量，这个也不够买其他东西，我就说那到个旧书店买一本书做个纪念吧。他说好啊，反正你爱读书就去吧。我们就到了曼哈顿的一个旧书店，那个时候不是 rare bookstore， 就是 second hand，真正是二手，还不是珍稀版本那个，不是收藏级别的。到那个书店挑来挑去，我发现一个 Moby Dick 白鲸，英文的原文的精装本，有插画的。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在北大我读过 Moby Dick 白鲸啊。那么一看大概12、13块钱，12、13块美金，就是在我25块多的这个账户里，那个时候很贵了，是很贵了，是很奢侈了。所以我就说，也有很多人说你是不是有钱才收藏？不是的，收藏是从没钱才叫做收藏。所以那个时候买的这本书至今还在我的这个书房里、书架里，那是我最难忘的。这是第一本真正作为收藏品。再往前追溯点呢，我真正的奢侈的买书或者藏书在北大，因为当年我留校当老师，
那个大概84年我刚留校，有一次我到教工阅览室，教工阅览室呢，我看到的这个书架底层放了2套书，是台湾远流的，一套是什么李敖全集，我当时并不知道李敖是谁，84年，但是另一套我知道胡适全集，我一问价钱，吓了我一大跳，3000块钱人民币，哇，3000块钱2套 ，OK， 虽然大概40多本，现在看来可以理解，但是那时候也不可能理解。84年，我当时的工资，我刚当北大英语系讲师，大概80、90块，我最后离开北大，作为讲师离开才100块1个月，你想，1年，对吧？1000多块，我要不吃不喝3年整，所以我怎么办呢？我第一次就收藏的这个瘾上来了，我当时住北大16楼那个教工宿舍，就三角地那个，我就从1楼到3楼挨个挨户的敲门，都是青年教师嘛，那我就每人借若干，几百块，最后我借完了整个楼，凑成了加上我的一点积蓄，凑成了3000块钱。第二天兴冲跑到北大，取回来这2套。我至今也觉得是奢侈的，等于我预支了我收入的3年来买2本我觉得我必须要读的书。这是我想到比较疯狂的事情吧。而且后来就不一样了。我看您还专门出了一本书来写您的在牛津那个书读牛津消夏记那边主要记录了我在法国、在世界各地、美国、英国中国的香港。还有中国的台湾，还有很多地方，这个几十年列书的一点掠影，对吧？那就是大家从那本书里能够窥探到我一点点收藏者的这么一个状态。您把这个藏书叫做猎书，叫做打猎。OK，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大家谈收藏，英文中2个说法叫做。A book hunter 是一个说法，就真正是猎书 ，the hunters of books 可以，非常形象。A book hunter，另一个是 collector of books 或者 book collector。当我收藏了这么多年，我琢磨这2个词，因为这 hunter 和 collector 有一个本质区别，就是他目标要非常精准，要非常耐心的守候等待这个目标出现。这2个词恰如其分的指出了这个行为背后的文化的一些指涉含义。也就是说，人类最早生存，为了肉体生存或者种族的这个延续，人种的延续，就是2个行为 ：hunting, collecting， 对吧？狩猎，原始人狩猎，或者是 collecting 集藏，就是说寻找新鲜的时候你去狩猎，打回来为了度过严寒寒冬，你腌制、你储藏、你晒干，这叫 collecting， 你把它储藏起来，所以。这2个词，对于一个我收藏书的人来说，它是我安身立命的2个最恰当的比喻。打猎那个说的是我们的食物，这个说的是您的精神食粮。对呀，这就是完美的指出了我这个行为背后。有人说你干什么有毛病啊？干嘛收藏这些东西啊？对吧？你看我天天背个背包走在街上，对吧？我现在也没车，你不信对吧？对，是上次见您就自己背个书包，对，没保姆，没有一个固定的助理，对吧？你假如说知道我在书店的状态，那我进书店前，开门前我一定要吃得最饱，一定会等到他打烊走。所以我的小孩子从小他没有经验，第一次跟我转书店，那么小的时候还是 toddler 的时候，进书店，早晨10点开门进去了，12点小孩子饿了，我还没饿。我说你再等等，等到2点。后来我发现不人道，对吧？赶快给他买点东西，继续让他吃完进这个书店。我会一直到下午5点打烊，离开。后来我的孩子，这个也学到了智慧，对吧？只要跟我进去，先吃饱了，手里再拿点这个 energy bars 这些东西，保证他能够待在那儿不饿。我之前在读您的那个书读牛津消夏记的时候，看到您说有一年您在暑假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在牛津，您就提到牛津大学图书馆当年的创办的这个历史。
对，特别巧的是，宝杜楼对吧？对，宝杜楼。Bodleian Library。我大概2年前吧，也去牛津听过一个讲座。哦。然后听讲座的时候，就恰巧认识了东亚图书馆的馆长。当时那个馆长呢，就带着我们一行人参观了一下图书馆，还把我们带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拿出了好些那个图书馆里面珍藏的古籍。对，其中就看到一本书，是1604年的时候，整个英国的第一本中文书。那个1604年，就您在书里有写到，1604年的时候，牛津大学图书馆改名叫现在的这个宝杜楼，这个我都不知道。就是同一年。然后当年的那个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叫 Thomas James， 对，他在那一本中文书上签了名，中文是这样子嘛，他是这样签的，也就是当时整个英国没有人看得懂中文，对吧？但是他还是把那本中文书买回来了，在上面签了。太难得了，太难得了。直到83年以后，有一位中国人去到了英国，在当地帮助他们做了翻译。那一本书是那个四书。他帮他们翻译出这本中文书到底讲了什么，然后在那个书上还写了批注。为什么我记这么清楚？因为那一位是一个南京人，是我的老乡。你是南京人，对？对，我是南京人。看见这个几百年前的前人在上面留下的批注，对，你们在看同一本书，对，仿佛就有一种可以跟当时的读者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受。我不知道您拿到手上的这些古籍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因为这样的，我有很多这个签名本，比如说海明威的、福克纳的、马克吐温的，再到狄更斯的，对吧？然后要出版出刷有签名，当然不是给签给我的，是他签给朋友的、亲戚的，这个，那确实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收签名本，他的感觉是什么样？就是你描述的非常对，就是说当你夜深人静打开这个书页，翻到签名这一页的时候，你没读，它已经有一种三维呈现的一个过去时光已经屹立在你面前了，这个作者就活了，他在盯视着你，或者对你微笑，或者对你严厉的，对吧？这个监督。你是不是很认真的要翻我这个书页？你有没有什么困惑？这种穿越时光的感觉就来了。这个和没有这个作者签名，感觉确实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收藏有的时候是不收藏的人难以体验收藏的这个痴迷或者疯狂度背后的心理的依据，是吧？是这样的。对，那我估计您是不是不读电子书？99%的书还是纸质的吧。因为电子书对我来说，只读2类，一类是这个就存储的这个量，占这个 memory 很大的，在电脑上，比如说它是一个文字，比如说拉丁文和英文对照的这个版本，但是对照等于两本要合一了，或者这个书呢，纸质书目前买不到，但是 Google 这个 Archive 这里头有很多过去的，对吧？16世纪、17世纪的，有些东西有一些东西经常17、18世纪的这些书呢是出版过，但是你现在买，即便作为收藏者也很难买到。那这样的话呢，我可能只读电子性的东西它不是书了，它就是 Archive， 反正你可以去页页去读。那当代出的这些新的书，您是？我从来不读的，从来不读。对。一本都不读，我不读，不是有一个偏见，是我有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对这个庄子那句话，就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我算是身体力行的在践行。它不仅是我的金句，它是我的金科玉律。就我知道，我生命随时有可能终止在今天，但是如果终止在今天，我要阅读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那么我呢的理解是，阅读的质量或者书籍选择的质量是至为关键的。如果我随时读畅销书，因为我对畅销书有个偏见，就是说越出来的新的我越不读，越有人谈论的我越不读。这个不是说我觉得自己牛因为我觉得 wait a minute， 等一下，这个作者
写出来了让1亿人，对吧，同时在读的著作，它的生命有多久？如果今天你说全球阅读量1个亿，但是下个月告诉我只有5000万了，再下个月告诉我只有1000万了，过到明年很少有人似乎记得这本书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状态。那我谢谢大家，你们替我趟了一个这个坑，踩了一个坑，对吧？因为 anyway 我现在不读也无所谓了嘛。但是我有没有认为我非常重要的书读呢？我当然，我是在生命这个终止之前，我要尽我的所能，按照我的理解、我的趣味和选择来选择我认为重要的书。因为书不是所有书都重要的。那您怎么选这个重要的书呢？第一，看这个作者把它成文的这个背景是什么。他是一个问题让他纠结了10年、20年，一种人生经历让他挥之不去，而这个经历对普遍的人类都有借鉴作用。是他从中悟到了对付这样的一个经验的一个什么东西，而不是说呼应一个市场的数据化要求，说大家现在爱读炒菜，大家炒这个菜，那这大家一时需求你胃口一变，大家不了，对吧？那这样的话呢，我就衡量，其实就是说这本书的厚度，在我看来就是他投入的生命的深度。这是容易判别的因为旧书它不一定旧，新书不一定新的，所以我常常是越来越喜欢从旧书中获得新的角度、新的思维、新的视角、新的启迪，这个是大量的。这是大量。如果这个畅销书今年畅销了，明年更畅销，如果不更畅销，至少和今年差不多畅销，结果5年大家还在谈论，我一定再会找回它来。所以就是在时间长河中能留下的每一位作家最重要的花了他最多心血的，你无论是哪个民族都是这个特点，对吧？你看中国这个古典文学文献这个领域，对吧？这边这一架子中华书局这4部备要基本上一网打尽了，对吧？4部就是中国古人分类知识的一个范畴嘛，也就是说它一网打尽了。像这部4部丛刊商务印书馆当年出的这个初编、2编、3编，最早 SARS 03年非典那个时候，我是在那个时候您就买了2年，他们清库，他们没事做，结果那个刘志长中国书店说：“王老师，我们终于在地库里发现了存了10几20年的这个上海古籍，后来重刻的这个4部备要。”我是花了2年时间，大概是3编，这个收集齐了，我兴奋的不得了。所以你看，我面对这个4部这个丛刊，我想到的是非典时代，是对我来说，这个文化的这个符号和历史的符号，就在我的记忆和收藏里就碰撞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每个人他的记忆方式不一样。对，您是按照书来拼凑您的记忆。对，您看现在的这个时代，AI 也好，我们的时间过得似乎比以前快很多。所有的时间这个时间变成很碎片化，然后 AI 呢又可以帮助你可能几分钟把所有这些书的概要全给你总结出来。对，您会有某种担忧吗？觉得好像在这个时代下，我们还有没有能够回到当时您的状态，可以慢慢的一本书反复的看很多遍，沉静下来的这种状态，似乎已经很难做到。我不担忧，因为我不会改变的，对吧？对，因为我知道我从中获益的秘诀就在于这个缓慢，就在于 repeat， 就在于重复，对吧？反反复复回去，就跟你参展，你看一个展览一次就完了，你肯定留不下印象。对，真正喜欢那个画的人，他会一辈子不断去重访，所以阅读不重要，再读才重要。再读是阅读的核心，而不是阅读。如果一本书，你不管是买还是借还是看，读了一遍，你就这一辈子再也不和他有交集了，那我敢说这本书你也白读了，因为你浪费了时间，
它不会给你带来任何东西。你除了能够炫耀几个金句，对吧？我最讨厌金句啊！什么叫金句？其他是铁的、铜的，也许这个金句含金量是最不高的。为什么？因为它的所谓含金量高，是因为其他句子把它拱出来的，对吧？是最后一览众山小，让他领略这个。但是你必须得把前面这些成为金句的过程了解。对，这是牺牲了那么多句子，打造了最后烘托出来一个冠军，这叫金句，对吧？所以我觉得金句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因为金句成为金句，是因为它背后是一整套思维方式，一整套推论，一整套这个推理过程，对吧？但现在这个时代下 ，OK， 我们该怎么办呢？你提的很好，就是说大家感觉到过得越来越快了。这个快，那我就也思考这个问题：是真正的我们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时间，这个时间本身发生了巨变吗？我们衡量它仍然24小时，但是为什么大家心理上有这种感觉？越过越快，越快就是越要上手更多的东西。叫做 FOMO， 就怕这个错过。Fear of missing out。对呀，要 FOMO， 越怕就越觉得来不及，越来不及就觉得越落伍，未来我赶不上趟了，就焦灼，一焦灼就心理产生问题。对吧？我昨天晚上就有这个感觉。你为什么？因为今天不是要跟您聊嘛，我就紧张。你这在我面前我就焦虑，我晚上睡不着觉。我说好吧，我就听点东西吧。然后我就打开一个播客，就听到了一个投资人在分享他最近对 AI 的这个看法。然后他就说：“哎呀，那个前段时间我要装这个 Cloud。”装不上，我大半夜我就在那儿哭，我就大哭。然后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哭呢？他说：“哎呀，我就很担心这个跟不上了。我作为投资人，我这个东西弄不了，我应该站在最前沿，但是我着急，听得我越听越睡不着觉。”其实怎么站在最前沿，就实际上还是对时间的理解和时间的利用，对吧？也就是说，这个现在其实你刚才谈的现象是人们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对。由于这个知识制造、传播和分享的方式的变化，就跟大家说发最多100多少字儿，尤其微信更短，对吧？甚至就几个表情，反正你能够知道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然后都懒得说了。现在写 email 的人都很少，对吧？那这个碎片化，我们越来越感觉对了，就是说我现在都没有心理完整的刷过一个可能长视频，对不对？对。现在就发明了电影，告诉你哪几秒、哪几分、哪几秒是最值得看的。结果很多人就只掐那几点，觉得我 finish 了，对吧？您知道有个词叫脑腐吗 ？Brain rot。对呀，这是前几年才进入牛津词典的吧？牛津词典2024年的热门词汇。对呀，这个词典，这确实这个东西是一个现象有很多人就是嗤之以鼻，觉得我们新时代嘛就是这样，对吧？现在还追求什么完整的知识，没有必要了，对吧？但是这恰恰相反，人们的时间观被这个传播方式影响极大，就变成了有些哲学家谈到了时间的原子化这个概念。时间原子化就意味着时间本质没有变，只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脑子的习惯，时间观给的越来越短。The concept of time 就是说。我们看一个东西以前是1个小时是最基本单位，现在我们1分钟都觉得短，1秒钟，所以现在 attention problem， 对吧？对，我们注意力怎么集中？但是没法集中了，这不是生理问题，这是一个习惯问题了。那您会刷短视频吗？我也刷，但是我很少，很克制。怎么克制？首先 pop up 出来的短视频，它能不能足够吸引我？它只重复一些大家都说过的一个东西，那就你有过第一次体验就够了。那您觉得就是说，这个年轻人该怎么去克制自己、克服自己，就是被短视频的这种经历被拽？首先要理解，就是知识的核心或者智慧的内核，就在于短视频它只解决了一个你单位时间里注意力获取什么的问题，它没有说现在知识的形态和本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就是知识。因为知识仍然是完整的才叫知识，剩下叫信息，但是更大量的是 noise，
噪音、噪声。所以首先第一个，大家要对短视频要有一个警醒作用，就是说我吸取到的是 noise 还是 information。information 当然还不是知识， information 要经过 organize 以后才能变成知识，有了知识才能推理，才能展示未来，才能判断。所以这个东西到目前没有改变， AI 也没有改变。你想现在 AI 最新的进化是什么？就是说凡是不能够展示它的推理过程的 AI 是没人用的。一开始 AI 不告诉你，都是黑箱子，给你结论，你什么问题 answer solution。 后来现在的演化是，你怎么相信我？你的结论从哪来的？我告诉你，从你提出的前提和问题，我怎么一步步推导到这儿的？他给你展示推导的过程。如果你不能够随时抽查、检查推导的过程，你是不可能对他结论产生信任的。你怎么发现他幻觉？幻觉的发现就是忽然发现，哎，推理过程和你的期待越来越 match， 但是他推理过程有些地方是为了迎合你，他故意隐含了某些数据，绕过了某些数据，或者造了某些对你来说你 feel so good about 的一个数据吧。所以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首先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判断，否则的话将来会被 AI 害死。是，就跟如果你 GPS， 如果你没有驾车经验，你全线的 GPS， 现在按照这个地图往前走，前面就是悬崖，按照地图它没改，如果按照 GPS 继续走，连拐弯都不拐弯，你全信了它，那你怎么办？就进去了。那如何训练自己的对信息的判断能力和逃脱出这种信息茧房？就是说每一天或者每个月或者每一年，你至少拿出真正有质量的时间来钻进一个东西里头。这东西不一定读书，任何东西钻深它。那因为现在你太广也没什么用，但是你如果不深一定没用的。对吧？因为广你超不过 AI 了。 AI 按照现在的发展，已经全人类现在建立的知识的宇宙，它已经全部扫描完了。所以从读者来说， Universe as Reader 已经完成了。我们不可能它知已无涯了，我们还生还有牙还没解决呢。我们都有牙，对吧？它都无牙。我很快没牙了，对吧？你还会有牙好几十年。我知道您为什么喜欢《爱丽丝》这本书了，您的这个联想能力可太强了。所以一定要爱护牙齿，这个是省不得钱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年轻人要养成一个单位时间里，比如说你说我这一礼拜我就腾出2个小时练习读一下纸质书的10页，比如普鲁斯特。这些似水年华很少人能够读完，对吧？那我花了若干年时间才读完。那后来我发现它是最适合碎片化时代练习你的这个巩固你的 attention 这个注意力的这个东西，因为它本来就写的非常碎片，意识流跳来跳去，写的就是这么短的时间，但是他写完了他整个人生，甚至别人的人生、人类的人生，他都在里头。那你随便抓一章，甚至抓一段，你这2个小时忘掉世界，活在当下，真正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意思是此时此刻专注，责无旁骛。其实你看很多人说 mindfulness， 是吧？它的意思也就是相当于单位时间里让你的意识集中在一个东西上。所以很多人说我只关注当下，活在当下，他们大部分人是活不在当下的。他们是肉体肉身在当下，他们心灵想象这个心理全在过去或者未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当下，可能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人，或者说宣称那些活在当下，你一看他们那种焦虑焦灼，对吧？若有所失的这个样子，你一看他就不是活在当下。真正活在当下是你责无旁骛，我做这件事儿，我要尽我全力保证在这件事上有人要跟我竞争很难的。以前罗丹就那个思想者，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所谓大师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中看出美。这句话如果 translate 成更容易的白话，就是说大师和非大师的区别就是大师有耐心呢。大师能够专注于一个东西你们100个人都从这个对象体中经过了，可能赞叹
可能走马观花，走了，但只有一个人傻呆呆的下了马，坐在那儿，不管天气怎么变化，淋湿了、风打了，就不走。突然发现，这个东西都不是你们100个人看的东西，只有他看出来了。所以罗丹的意思是，这个人就是大师，他不比我们超越多少，但他比我们可能更愚蠢、更专注，对吧？看得更少，但是更精、更深。这个实际上是现时代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个 AI 时代，最缺的是问题，而不是结论了。对，以前我们学了半天是为了找答案，对吧？是不是还有一点就是，也需要不断的寻找的好奇心，保护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如果你没有 attention， 不养成专注的习惯，你哪来的好奇？很多人说我好奇心就天马行空，就是好奇，我就有创造力了，没这个回事。只有专注的人才会有好奇。为什么？因为专注就说明他为什么专注，就说明这个东西还没有达到他期待的回答，对吧？不是他脑子里空空如也，就盯着这个叫专注，那是痴呆。专注就意味着我不断在提问、追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从这一步要到那一步？这一步还会引向哪一步？最后才会解答问题。现在 AI 时代所需要回答的问题，现在你要想随时问答案，唾手可得。对，1秒钟，对吧？给你几十个答案都出来了。但是大家别忘了，当他给你答案的时候，你有没有牢记你出发的时候的问题？然后给你这个答案是不是对你这个问题的真正的解？您有什么困惑的问题吗？我的困惑是苏格拉底的一个那个疑问，当年这个雅典神庙给了苏格拉底的疑问，就是认识你自己 ，Know thyself。就是人的一辈子。那康德呢？哲学给我的影响就提供了方法论或者路径 approaches。因为康德全部的哲学，如果简单来说，他实际上回答了4个大问题，3个基础性问题，最后一个终极问题。前3个问题是：第一，我知道什么？这是他第一批判解决的问题，就知识的边界，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科学最大能够认识到多远，我就幻化到我身上。我这一辈子，不管这个技术怎么改变，现在 AI 时代了，以前 PC 时代，到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现在 AI 时代、AI 后时代，我知道什么？现在提供的工具，现在提供的思维方式，现在我积攒的经验、智慧等等，能够为我现在或者下一步的判断预测起到什么作用？如果从知识角度来说，我不该知道了，我不能知道，我就不 worry about it， 我不 FOMO。第二个是我在现实中除了知以外，我行动，我做什么？就一个人选择我做什么人，这是真正自由；或者我选择不做什么人，这是真正自由。第3大问题，我们可以希望什么？在现在整个全球这个地缘政治如此复杂，战火到处啊，以这个无法预测的这个频率出现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渺小的尘埃啊，宇宙中的尘埃，我们还可以希望什么？我的困惑就在这4个维度上不断在清晰化，在困惑，在加码。我不考虑其他问题了，就我随时问，我现在还能知道什么？能知道什么？应该知道什么？我现在做，我应该怎么做？不管现实怎么样，不管我周围的人怎么样，我作为一个存在，我应该做什么？我面对短时的利益、长期的利益，我对于人性的黑暗，我怎么去对待？第3，如果绝望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形绝望，内在的、外在的，那我作为一个存在物，我可以希望什么？幸福我可不可以希望？和平我可不可以希望？美好我可不可以希望？对吧？自由我可不可以希望？独立我可不可以希望？对吧？努力我可不可以希望？孤独我可不可以希望？最后我就回答，我作为一个人，我应该是这样一个什么人？就回答了，如果这个问题就到我合眼前，我领悟了，那我也就完成了苏格拉底式的使命。好 ，I finally know myself。我常常开个玩笑，我说，当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个现象叫做瞳孔扩散了，对吧？要濒临死亡的人会知道，最后
瞳孔一扩散，就是那个瞳孔和你眼球合二为一了，对吧？我们一开始非常小，刚生来孩子只能看这么近的地方，长大视野多了，成人视野多了，心理的、生理的都能看更多了。到了最后，生理快结束的时候，突然生理衰竭的时候，我们视觉反而扩大了。为什么？什么都看到了，瞳孔发散了，和世界合二为一了。其实那个时候你什么也看不到了。所以我说 OK， 如果瞳孔扩散那时候 I know myself， 我也死得其所，对吧？因为哲学家认为，只有死亡是每个人独属自己的私人性体验，没有两个人的死亡体验是可以重叠的。所以，如果哲学是学会死亡，海德格尔最后提炼的向死而生这个命题。什么叫向死而生？就是说，如果我生命的唯一明确的东西，我能知道的，就跟康德回到，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我终将一死。但是现在很多人向往什么技术啊、生命科学啊，让他活120岁啊，我不向往啊，除非到时候我不坐轮椅，我坐在轮椅上，我活到100岁有什么意思啊？消耗这个社会资源，对吧？我也不会再认知世界的更清楚了。所以您对死亡有恐惧吗？我一点都没有恐惧。谈佛教其实就是谈死亡的比较深刻的一个支派。佛教不是说现在东西都是虚幻的，这很多人理解不对。佛教讲这是俗谛，谛是真理，就是世俗的真理。他说那个真理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暂时在，或者相对在。相对说，有桌子支撑它，它才能够放在这儿。如果这个紫砂不锻炼成这样，你也成不了茶。这些是各种原因汇聚在一起，它才成立这个东西。但这些东西如果不在了，这个东西也不在了，所以它是暂时的、相对的。大部分人世俗就觉得，我既然看着这个在嘛，这永远是我的财富、我的名声、我的美颜，对吧？我所拥有的一切，只要它偏离我一点，我就开始紧张。等到全没了，有一天不管什么原因，他就要跳楼了。如果你早就想到这都是相对暂时寄存在你这儿的，对，那你很坦然的，有的时候你就享受它，没有的时候反正也不该你有了，因为其他的因缘都不在了，都散了。所以空的本意很重要，就是说空不是说没有，是这个东西是暂时有，它的有要靠其他东西在，所以它是相对有。所以空，我觉得要英文翻译最好的翻译我见过的是 interdependence， 相互依存谓之空，因为那个去了我就不在了，这叫空。人生就这样，如果你觉得这个都是相对，原来这个有的话，你就不断的思考，那构成它现在有的其他的因缘是什么？因是主要的，缘是次要的，这些具不具备？如果不具备了，你就 let it go， 这叫做舍去吧，这叫放手嘛，这叫放开啊。昨天晚上我就在想这个，刚刚说到这个死亡话题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做到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会觉得我可以很安心的走了。我想了3点。OK， 什么情况下？第一，我要好死，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太痛苦。我明白。走的时候呢，别太痛苦就行了。第二呢，就是我的孩子们可以在我走之前，他们能够自己独立的生活，不需要依赖我的照顾。对。第三呢，我希望能够把这个世界的风景能够看个够。如果这3点我都可以做到，那我觉得什么时候我都 OK。我明年65岁，该退休的年龄了。我觉得国内有一个这个意识，就是说所谓临终的这个关怀这个东西，大家提到日程了。对，安宁疗护。去年吧，香港出台了法律，是可以提前签署，非常关键。我也觉得非常关键。当年我的2位老人就是在这个新冠期间纷纷离世的时候，我就面临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将近90岁的老人，要不要施展这个叫做什么起搏器，对吧？因为我了解，因为我是基于了解，我知道什么，我知道能够做什么，最后我可以希望什么，这就是康德。最后是我是用这个来套，我知道什么，我想知道心脏起搏器怎么个急救。大夫就跟我说这个压力电压打击下来，相当于一个200磅的一个小伙子站在老人的这个骨头上猛击一下。
那肋骨那骨头断裂的概率是基本100%了。像对于一个接近90岁的老人来说，也就是说，你可能激活了一下心跳，但他生命体征很快也就没了。这是大夫跟我说的。我说好，那就取消这个。最后我能希望什么呢？希望就是他减轻最大痛苦。第三个，对你来说并不难啊，体验不同的人类生活的经验，这个非常必要。这个非常必要。所以旅游本身也是一种阅读 ，traveling is reading， 对 ，is translating， 也是翻译，也是 understanding。其实就是用你的五官来感受这个世界。康德认为，实际上进到感官的过程就已经主观加工了，已经不是被动的就存在这儿了。那个时候就我们选择什么东西能进来，什么东西不进来。你想康德其实是2个人，对吧？一个是科学是牛顿，这是科学的顶峰；一个是自由的标杆卢梭。所以这2个思想家汇聚到他身上，产生了他3大批判，这点非常重要。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您有这个康德的这种哲学思维，真格更多是看人嘛？怎么帮助您去看人？第一批判，那么如果一个 VP 来了，那我首先用我的这个逻辑和框架来看他认为自己的能力能做的边界是什么。但伊朗马斯克呢，他说我认为做成这个事儿的逻辑起点或者最终的节点就在于物理的第一性原理，就是物理学定律或者自然律。就刚才回到了，就我们人没法用自由意志来管的或者驯服的东西，他就敢做，因为那是物理学定律。我只要不突破他做的产品放在这里，他的想象没脱离，我觉得就是可投的，因为它可以实现的。但我更想说，投资有时候也是道德的选择。就这个东西是对市场或者消费者是真正的不伤害他们，或者给他们很多益处，真正的好处吗？还是别的什么？比如二级市场股票，对吧？在买的时候，我就从来不买军火股票，对吧？因为我对这个战争我很讨厌。就投资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边界，对，要在你任何道德范围内，对吧？比如说吸烟的股票，我自己不吸烟，那我也不要买它。它虽然回报很好，但我追求既有回报又有价值又有意义的东西。所以二级市场、一级市场实际上是这2个东西都是我要追问的问题。他说您是这个原则的原教旨主义者。这当年在新东方，老师们给我这个外号。对，坚定的捍卫真格的这个传统和原则性和边界。他们说这个徐老师是这种极其感性的嘛，对，这个很容易感动，然后比较遵循着自己的心情，但您是这个能把它拉住的，对，能够把这个原则坚守住的。我常常说我俩是一个硬币的2面。就他比较能交往啊，这些打开局面，我呢是能够守的内部啊，来微调内部。以前在新东方的时候，您跟于老师的那个办公室都是这样连着一排挨着，对，说大家这个其他大伙都是从于老师办公室进，从您的办公室出。对，我当过总裁，我说我的职责是总要裁人，对吧？他们负责进，我负责出。因为最早新东方早期是。于老师不太开除人，但是我这样的脾气或者我这样的所谓原则，从那个时代到真格，大家能够容忍，是因为大家后来发现，我每当提出一个原则或执行一个原则的时候，它与我个人的利益没关，不是我权力的体现，因为我一切都放在桌子上嘛。您的这个极强的原则性是因为开始接触康德以后才习得的，还是说您从小就是一个这样的个性的人？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康德也给我了部分影响吧，就是说我进入一个状态，我总问这个状态的边界，或者可能性是什么。也就是说，大家合伙做一件事儿，它的边界什么，就是原则、理性和规则。所以我觉得这个康德这个为这个知识立法这个概念，让我觉得为友情立法，为这个大家的期待立法，做到非常非常专注，这就是管理的效率问题。那这么多年下来，徐老师那天有说，
觉得您好像因为在他的影响下，您比以前更加的有这个包容和温和多了。他在您的影响下呢，也能够更多坚定的 say no， 并且他 say no 的时候，似乎他的嗓音也变成了王老师洪亮的嗓音。我们俩从北大83年相识，做艺术团，他是老师，我是团长。到了新东方10年，作为联合合伙人，到了这个真格，我们俩又是联创。那整个这么多年来下来，确实作为一个材料，它也发生了不是裂变，但是发生了有效的这个转化。就是说我该展示柔软一面的时候，我也能够有方式方法。他需要展示强硬的一面，他也有了对标的这个形象。所以我觉得我们俩相互补充到现在，到了人生这个阶段，就觉得特别难得。因为我俩相处接触现在已经43年了历史啊。但是43年，你想有多少人一辈子共事儿是43年的，对吧？夫妻当然有，但是以我们这个年龄也超过，也达到了这种状态，对吧？40多年在一起做事儿，主要事儿都在一起做，而且没有怀疑，没有猜忌，相互支持，相互提携，相互鼓励，相互批驳。比如说您当时做真格基金和徐老师，也是徐老师要拉您一块儿，您本来说要去罗马。对，我当时想学拉丁文，他说服了我3、4年。这么长时间，很长的，所以不是我们离开新东方就做真格的。他提出了10几种商业模式，都被我拒绝了，婉拒了。我说那怎么来做呢？咱俩都没有做过专业投资人，怎么我们能够投到好的项目呢？后来我说你发挥你的特长。他说我什么特长？我说你找一个优秀的投资人，问问咱俩行不行。所以后来就找到沈南鹏，当时都不认识他嘛。他跟Neil谈了，然后说你俩很适合做天使投资，因为你们教过书，你们更知道年轻人心里想什么。所以最早就是洪山和我们，equal partner 就成立了真格基金。所以后来我们才从这个老师教书、企业管理者，因为新东方后来也不教书了，管理嘛，就变成了一个专业的投资机构。这一干，没想到就干到我退休了，对吧？15年这一下来很快。那您比如说从看人的角度，因为真格是投早期嘛，天使阶段，对，其实很多时候是看人比他的 BP 某种程度上更重要。对，其实早期BP 根本不重要。对，如果有一个早期创始人说我现在要融天使轮、种子轮，我有个完美的 BP， 你可能第一时间就不应该相信他。所以我觉得大概看人最主要的，首先看他的梦想的这个范围，他大不大？但是当然梦想你可是无边际的，也没法审计的一开始。对。但是接下来要追问他什么东西的能力、团队和经验和他的深度思考。有时候经验不是最重要的，像 AI 这一波，你看，这个做 AI 这一波都不是移动互联网的那些大佬们。对吧？那为什么？因为经验有时候是副作用、反作用。因为崭新的东西就是要产生新的经验，你的旧经验只能够对你产生判断、产生一定的这个考量的架构功能，做不了其他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强调过去的经验在传统东西，突然杀到一个新的领域，我会特别怀疑这个人适应能力。那比如说现在这一波这个 AI 的创业者，你会觉得和原来移动互联网的创业者有什么不一样吗？第一个，他们更加敢于基于不同的模型或者开源闭源的这个选择，来迅速探讨这个实践领域的应用的方向，然后敢于在各个方向做出世界性的original 的引领。就是在 AI 这一波，中国创业者第一次出现了中国模式的输出，从大模型到应用，中国的创业者年轻人已经出现了和世界这个 AI 大模型和世界应用中平起平坐，可以公开对话，
比肩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一波我能深深地感觉到很多创新引领性是越来越接近平起平坐。您从投资的角度会说，因为真格有一套自己的投人逻辑嘛，会对现在这一代人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吗？现在 AI 可不可投？对吧？那大模型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状态。那么投大模型，其实我就知道这个大模型本身需求量不是那么多，它只需要几个，所以最后活下来的也就那么几个，开源闭源。因为不需要全民都做大模型，大模型解决的问题就是把现在全部的知识图谱、知识宇宙一网打尽就完了，然后产生各种有效的 token， 通过拆解怎么产生有效的判断，判断怎么能够导致很好的应用和预测。那么这个不需要很多的，所以最后这个可能就几家。那投资来说，能投到其中什么东西吗？月之暗面，宇森作为真格这个第一张指标的给出者，也是他看到了这个东西，所以当时已经 OpenAI 如日中天了 ，DeepSeek 好像还没有横空出世。那我们判断杨志林觉得他所做的是好的，为什么我们断定他所做的是可以投的呢？因为杨志林谈大模型，一句话就让我们能明白他当时的创业的东西和其他的大模型的创业者的区别在哪儿。他说上来他要对长字串进行拆解，上来就是长文本、长字串，其他都是基于短的。它来自都是科学文章都是非常有效的信息。如果知识来说有深度，对吧？再一个，你 pass 完就分拆完、分解、理解完了这个长文本、长字串，你面对短的不就是对吧？杀牛一样的，用什么杀牛刀对吧？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嘛，这个是可以投的，对吧？他能不能做成是另外一回事。投资永远是这样，你觉得首先是可行，他知道他的边际，同时知道他的终局，因为他利用这个大长字串建立的模型，他将会做出非常有效的分析、推理、判断。那现在也证明，至少 Kimi 他作为一个模型来说，已经是也是不差于世界投若干个重大模型吧。那么接下来它直接导致的应用是什么，对吧？就我们也投了若干个应用。就像应用的话，其实一波新的发布了，大模型发布以后要死一批应用。对，那您怎么判断哪一些应用是最终可以留下来的呢？就它真正帮助商业解决了什么问题？就这个东西用了 AI 和不用 AI 有什么本质区别？你是音频、视频，对吧？文本，对吧？文档，各种模态之间的交互，那究竟你这个 AI 提供的这个功能，或者是便捷，或者是速度，或者是质量，能不能非常有效的在成本得到有效控制情况下，能够和别的最好的应用至少平起平坐？如果不领先的话，那他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怎么去跟大模型公司去竞争的？因为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大模型公司当然是算力底层的最重要的基础，但是面对广泛的应用的海洋，所有大模型公司不可能穷尽，对吧？因为任何一个商业它不可能涵盖全球的所有所谓有效市场。就拿芯片举例吧，芯片英伟达如日中天，对吧？那它并不影响这个 AMD 这样的，包括 Intel 同时可以分它一杯羹的状态。也就是说，商业永远不是要用最好的，要花最多的才能占领最大的，这个不是，对吧？所以真格没有一个我只专注 AI， 他们对 AI 要有不断的新产品、新的 concept 的这个理解，对吧？这个 token 的这个带来的商业文化的这个变革，它的本质是什么？同时 token 这个文化带给现有商业，甚至正在做的商业以及未来商业能够产生什么革命性的这个产出，这是整个投资团队不断每天在问的。那您通常喜欢问他们什么问题啊？你为什么要想做这个？
你最早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这和你现在做的有什么区别？和别人做的有什么区别？你现在手上还要做，为什么要割掉那个，避掉那个，一定要做这个，对吧？那你在未来想象，你这个一旦成功了，假如你能够给这个市场、给那个市场、给全球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不只是商业影响，因为有真正影响就会带来商业利益。你只追求商业利益，最后带不来影响，最后商业利益只是暂时的，所以你想的有多远，但是你实施有多近。只谈梦想的人，他可能是个 dreamer， 不是个 doer。只 do 的人，他不是个 dreamer， 走不远。所以典型的我要投的追问的就是在他身上试图发现他有 doer 的全部的基因。比如我问你，拿到我们的钱，你明天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这很容易测试。很多我们投早期发现最后死掉的公司啊，是在后轮不是没钱的，是融到太多钱，这个太多是超过他驾驭能力和他的梦想的钱。不是没钱的东西很难死的，因为他不咽气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波 AI 的它同时融3轮，你第一轮投着呢，还没做完，第2轮已经开始了。现在这波 AI 的本质不太一样，因为它 token 是很贵的，对，所以它是 consume token， 而 token 是需要钱的，算力是要钱的，所以它和以前不一样。以前你可以先有市场，这边货买家，你勾兑好了以后找到逻辑，你可以就行了，欠点钱没关系，但是它有个回来。现在如果你 token 不消耗到那边，你的模型没有达到这个精准度，达到这个东西，或者你在上面的你的应用不能够触达更宽广的这个知识的宇宙范围多模态的范围，你就很快就落伍了。所以现在融资确实你这个很精准，和以前的融资不一样。以前是非常有序的一轮一轮 ABC， 现在 ABC 可能同时都发生在 A 轮，因为如果你不在这个节点上，你的算力支撑你这个 token 的消费达到了你能够 pass 分析所有你的这个未来对象范围的这个宇宙，你就会被别的宇宙迅速的挤得崩塌了。所以这个是对的，它不是现在一个大的泡沫。最怕的是，这又回到那个东西，你要看这个创始人同时拿了2轮，或者刚1轮2个月又拿了3轮，他拿到钱以后是不是有效的 deploy 布局部署？如果拿到钱放在账上，对吧？融了50个亿、20个亿，2年还没消耗，这就是无效融资了。那这轮这个投资这个大的浪潮下，你会担心 FOMO 吗？我不担心。这个第一个 FOMO 是作为投资人，你永远有一个东西就永远会错过。所以我常常告诉真格的这个团队，你可以 FOMO， 但是不是心态上的 FOMO，是行动上的 FOMO。这个心理上的 FOMO 就是最后你成为一个非常平庸的关键了。因为你为什么抓不到？你要扪心自问，又回到了，你知道这个东西吗？你做了这个东西吗？你是谁？对吧？你认识你自己吗？你为什么错过了？为什么你找不到这个人？这个人为什么拒绝你？这回答就是由康德哲学这4个问题也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它反思性的东西能够导致你进步，进步才能够避免你一辈子在 formal 的这个情况中 formal 这种状态，对吧？本质就是你得有足够的耐心。如果站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上，你要是刚刚大学毕业的状态，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方向呢？今天当然和我们当年的整个这个状况是不一样了，对吧？那现在我觉得站在现在新的时代节点上，我觉得就是大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动手的能力2个能力，还有共情的能力，可能3个能力是非常重要。只有这样，第一，你思考能力才知道这个社会缺什么，仍然不是说大家都在做了，我没有机会，我抱怨。你总能在大家认为没有门的时候，你发现有个门缝。人生总是这样的，但是只给思考者。就跟罗丹说的，你匆匆过去了，它就是一个门，你停留一下，它会给你开一半。你自己再推一下，会给你开。人生总是这样的，没有绝境。所谓绝境是心理的一个投射，你认为
绝望了，你认为你再尝试没必要了，你放弃了，这是称之为绝境。但是你要有动手能力，你光想得很清楚，但是你没有执行能力就不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共情能力。其实人与人之间交流是前所未有的贫困。我说的贫困就像哲学的贫困的概念，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倾听对方，理解对方，每个人都带着各有的偏见，都把偏见放大成真理，放大成绝对的东西。你看现在朋友之间容忍的越来越少了，两句话不合，友谊的什么了？小船说翻就翻，友谊的小船就翻。现在每一个人都没有耐心去走进对方的心灵，都按照自己的世界来给对方打分。那这种情况下没有共情能力，你怎么去寻找可能弥补你前面两个能力短板的共同创业者呢？合伙人呢？你团队从哪儿来呢？因为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个人既是上帝，又是天才，又是企业家，又是资本家，对吧？又是优秀的领导者，不可能。但是为什么一个人在他残缺其他技能情况下还能做出优秀的成绩来？是因为他能够聚拢弥补你那些短板的那些人。那人家凭什么会相信你？就首先你的和对方人都有共情能力，对吧？都有耐心。这我也很认可。那这个共情能力我觉得确实越来越难，因为有了这些技术的发展，大家连见面的次数和时间都在急剧的减少。对呀，都不屑见面了，对吧？都没有时间读完你那个5个字了，就看第1个字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年轻人。如果我回到现在，我要求大家，作为老师，赶快在毕业前学这几个能力是非常关键的。最好的学的方法是什么？如果还没毕业，在学校里就带着这个3个要求，就跟我康德4个要求指引了我，对吧？成为现在的这样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一样。那么你就带着这个3个能力去历练在学校里，你能不能找到机会，或者对任何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同学中发生的事情，先想，想得很清楚。那如果大家都觉得是困难的时候，你能不能第一个跳出来，用你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给大家看看？因为人是这样的，人会在正反馈的情况下不断的进步的，对吧？之前那个于小群老师，他有提到说，他说虽然您读老书，但您是一个超前的、有预见性的，并且对时代变化极度敏感的人。这一点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您的这个预见性，或怎么可以有这种预见性？我觉得我的阅读给了我大部分的这个基础。因为你就跟现在比如 AI 发展一样，对吧？他先对所有的语料进行分析，从中理解语义，对吧？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之间的关联关系是什么，让他做出判断，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有这个关联存在，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安全，意味着危险，意味着开，意味着停，意味着上人，意味着不能撞人，对吧？接着未来会怎么样产生预判？这个你看 AI 现在做的和我们人生思考的是没有区别的。也就是说，给我的来说，就是我不断思考，从阅读中，对吧？那阅读无论是别人的经验，不同文化的人中的生存体验，无论是美好的还是丑恶的，实际上我在我不物理性的、肉体性的进入那个经验，我就已经获得了经验的一个镜像模板，一个 mirror image， 所以我已经很熟悉了。所以如果在现实中出现类似的东西，其实我就是一个 pattern recognition，模型你已经甄别了 match。那按照这样的情况下，别人也已经描述了面对这样一种突如其来的情境，他们的处事方法是什么样，其实已经在脑子里留了很多的底色，所以你很容易产生判断的这个怎么样呢？决断。那可以说一个您现在对世界的判断？
比如说我现在对战争和和平的这判断啊，他们因为从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总是觉得有这战争会越来越多，但是我觉得就刚才我谈到了康德，我愿意相信他那个，就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啊，它除了是命运共同体，但是它也是一个思维共同体，也是一个生态共同体，对吧？人类千差万别，理念千差万别，价值观千差万别，但是它都目前挣脱不了一个东西，就是地球这个空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最后能不能和平的生存是最关键的。生态是一方面，啊，环境是一方面，技术是一方面，啊，地缘的资源，地缘政治的资源的争夺也是一方面。但是打归打，我仍然坚信康德坚信那样。长话短说，就是说我愿意相信他这个，就是说现在虽然面临着地缘政治的这种越来越和我们传统理解的不一样的走向，但是从跳跃起来，假如说我能上到离开地球，在月球上反观这个地球，它就像当年杨利伟描述的是湛蓝的一个星球，波澜不兴，和谐完美，看不到硝烟，看不到战火，对吧？看不到人类的纷争。所以人需要跳跃现在的时空来休息一下，来向往一下。但是我认为就是说人类作为总体是有智慧的，所以我觉得大概人生我总体来说是一个 optimist。 你谈到人生之前，您在演讲里面有提到过那个日本演员三浦友和的书里面，这个你都知道这个幸福加减法。对，就是把你一辈子幸福的天数减去痛苦的天数，最终得来您这一辈子到底幸不幸福。大概终极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幸福，它既指他伴侣之间的幸福怎么界定，更点到了他作为生命个体什么叫幸福，怎么回答一个人最后 happy 不 happy。 他说其实很简单，他说如果当你生命终结的时候，你现在做一个简单的加减法，把你每一天的幸福不幸福做一个加减法，如果等于0，你这辈子等于白过了，对吧？因为你幸福一半这个悲伤一半。他说如果有一天加减下一天幸福的，你的人生就是幸福的。因为幸福超过了你不幸。但如果是负的，我不幸、悲伤、抱怨、凄惨多了一天，你这人生是不幸的。当年有一个搞这个绘画培训的北京一个学校，我们也投了。这个创始人说，王老师，我们怎么告诉家长我们培训的这个孩子学画画很难说服他们，对吧？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学画画？难道成为毕加索，成为李可燃这样的？我说不是，我说要告诉家长，每个人学画画在幼小的时候很必要，就像童话一样，他对色彩感的这个感知，对于比例、架构、几何形态的搭配的认知很重要。我说你就告诉他们，但是你们的经验足可以告诫学生每个色彩的内在的语言，它和人生的关联，它的历史，使得小孩从小心灵就是变成彩色的，而不是灰暗的，或者不是只黑即白的，更差的只是一个颜色。那它色彩斑斓的心灵将来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当你在现实中，无论你情感层次、事业层次、家庭层次、工作层次、财富层次，甚至健康层次，突然遇到灭顶之灾的时候，如果你只戴这个灰色眼镜和一次眼镜，你就觉得终结来了。但是你的彩色，你会构造童话一样，哪怕虚幻，都让你不轻易放弃。所以我说，你应该有个口号，叫做你教的不是 how to paint， 而是 how to color your souls。怎么为你的灵魂着色，这点非常重要。所以爱丽丝这些童话，我建议每个小孩子从小都读童话，西方的、中国的，只要优秀的童话，你都幼小心灵先读一读，别上来就读成年人的网络文学。然后让你的心灵从幼小就是变成彩色的。所以我觉得，对，如果人有了这样的一个色彩，
你将来打不垮的，压不垮的。我其实很好奇，就是您这么多大部头的书，但是最近您新翻译的这个《爱丽丝》其实是一个童书嘛，对不对？对，为什么想起要翻译这本书？我大学期间上英文课学了爱丽丝的这个原著以后，我就觉得卡罗尔的这个构思非常奇妙。他虽然像你说的，他确实是一个童书，对吧？我们制定儿童文学的这个经典，但是作为儿童文学经典，这个在英文著作中是很罕见的啊，不多的。就是说，成年人也对他趋之若鹜，成年人疯狂的喜爱这2本著作，它不是一般的童书。那么当年卡罗尔这部书，他想带来孩子们的什么样一个东西呢？就是告诉他们一个崭新的、真正以儿童为中心的，并且从儿童视角可以向往并且体验的一个世界，就在那里没有任何成年人设计的条条框框语言的、伦理道德的、这个教育方面设定的想象力方面的等等等等。我在看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就是小时候看感觉是觉得很奇幻，这个爱丽丝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然后经历了各种各样奇妙的这些故事，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看个热闹。对，大了以后，这次我又重新看了一遍您翻译的、你变大了对吧？对，我变大了，然后看的视角也不一样了。所以您说，就孩子也能读，大人也能读，而且现在可能有几十种不同版本的爱丽丝。据网上统计，好像100多种就汉译。那您的这一版，您会希望它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几乎很难企及的东西，就不加注。当然卡罗尔当年原著是没注的，但是后来人们翻译就没办法避开要注解。那您为什么不想加注呢？这是我要企及的一个东西。卡罗尔如果用汉语写，应该这样写吧？我不加额外的注释，能够用汉语的内涵达到它对等的内涵。我不说字面完全要对等。这个时候你可能读到《穿越镜中世界》396页，就红王后跟爱丽丝有个对话很好玩。然后他就问爱丽丝，他说：“你告诉我这个面包是怎么做出来的？就 What is bread made of， 对吧？英文就是说这个面包是用什么做的？”爱丽丝说：“这我知道呀。”他急切喊道 ：“You took some flour， 就是说你拿一些面粉，就做了吗？我知道面包当然是用面粉 made of flour， 是吧？但这个 flour Flour 是面粉，但是英文中的花这个词花朵。也是 flower 发音，拼法不一样。那是 flower。接下来原文是这个白王后就问了 ，Where did you pick the flowers？ 这个 flower 就是在白王后口中就是花儿。所以如果你直接翻译过来，就驴唇不对马嘴的，就说我知道啊，这个面包是用面粉做的呀。然后那个白王后说，那你在哪儿摘的那些花儿？所以。绝大部分译者是在这里是必须做注的，想啊，发现汉语中给了我灵感，就是说我们在汉语中形容这个面粉是可以用白花花的面粉的，对吧？所以我们在内蒙古以前说，哎呦，雪花粉是指什么？那个面粉的最精白的那个东西，但是现在对身体不一定健康，就是说面粉磨细到最精细的东西，我们叫雪花粉，就像白的像雪花一样，所以白花花这个字这个意象在汉语天然的等待着面粉，我就用这个来巧妙的体现了他脑子里的形象。您这么一说真的很有趣哎，我以前我没有读过原文，对所以就是没有 get 到这个意思。所以你说我多么难，就这2个地方可能处理想了我好几个月。那我也很好奇，就是您可能做这么多的职业选择，包括您这个事业上也很成功，在文学造诣上也很深。还有一些什么事情是让您觉得遗憾的吗？或者人生不够完美的吗？我说出遗憾，没有遗憾的话，大家觉得我可能装的吧。但确实没有遗憾，但是遗憾有个逻辑前提，是因为我排除了所有我想做但是没法做到的东西。比如我特别向往跳伞，我真的向往跳伞，我也没有机会去真正跳一次，对吧？当然，也许有机会跳，我可能跳。但是比如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最
从小想做的一个，我至今也没实现，就是我想当一个指挥家。哦，所以小泽征尔啊，这个卡拉扬啊，这个以前那些人，我风靡他们，就是说我要指挥起来还蛮有点那种气势，对吧？很有哎，是吧？感觉很适合你。因为指挥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神奇的角色，他能够把众声喧哗的东西那么调的那么圆润，他交响乐最后复调变成那么和谐 harmony， 对吧？那这是我非常向往的，所以我花大量时间是欣赏那些指挥家的影片影像，我是最爱看的。任何一个这个指挥家都是在我心目中高山仰止的，啊，我会真正的热血膨胀起来。所以你说我实现没有？所以有一次我真跟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指挥啊，于龙还是谁？于龙啊，他说王老师你这辈子有没有遗憾？我说我就想做你那个指挥家。他说哎，可以教你啊。他说你完全可以，对吧？但是我也没有时间来追求这个。说如果说遗憾，人生遗憾太多了。但是我觉得我之所以我没遗憾，是因为我知道这是我想做的，但是我知道我没有精力也好，我没有勇气也好，我没有时机也好，我就把它排除在外了。我作为一个非常冷静的旁观者，把它放在我括号里，因为我读胡塞尔，对吧？你读现象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或者后来现象学里有一个思考的方法论是非常重要。他说你怎么纯粹的观察对象，是要把你所有的主观性的感觉、人生经历放在括号里悬置它，就不要让这个影响到你面对的对象，这是现象学的核心。你才能够纯粹的理解对方，把自己抽离出来。对，我对人，我也把他当成纯粹对象，我把我对他主观的好恶，我先扩起来。我对大家的对他评价，我扩起来，不是说大家说你不行，我就觉得你不行。大家觉得你真好，我真觉得好。我像胡塞尔一样观察对象，我怎么接近纯粹的来看待你做了什么，你说了什么，你的说和做之间有没有关联，对吧？我对二级市场、一级市场考察都这样。这个创始人说了我 deliver， 他能 deliver 吗？他说他要做成，时间可以给他，但是最终成了没有，或者多接近那个目标，这是我衡量的关键。那所以这些，对吧？就基本上能够把自己抽离出来，其实这个能力是非常难，非常难，而且要极度的自律，然后要对你所感知的事情非常的这个有 awareness。康德对自由说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自由的核心其实是自律，而不是按照欲望的驱使下想干什么干什么叫自由。现在大多数人理解自由理解偏了，就自由就是为我不考虑情境，我不考虑上下文，我不考虑关系，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叫自由。自由那是自我。因为弗洛伊德谈人格，谈 personality， 他说人格至少可以分成3层，最底是id 本我，实际上就是对等的欲望，原始欲望。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叫动物性，最终上面浮在日常现实中的叫做 ego。这个 ego 我们这个是人格上的自我，它不是 self， 不是人作为一个总体心灵合一之后的那个自我。所以 self 和 ego 有个这个区别，但大部分人是活在 ego 之上的。ego 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因为拉丁文 persona 这个词就是人物的意思，面具的意思原初。如果我们社会生存，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叫做人。那么但是有些人会超越我们戴面具的人，扔掉面具，他超越我们，这叫超人 super ego。 所以弗洛伊德把人格分了3个层次。所以我们有英雄人物，有偶像型的，真正偶像就是你值得敬仰膜拜并且追随，然后 follow 他的，就说是模仿他的行为方式，诞生一个新的你的自我的人，对吧？纯偶像崇拜我觉得意义不大，但是如果你真是偶像崇拜，你最后越来越接近你崇拜的对象，这个可能是真正偶像崇拜的核心吧。好，从此我发誓，我每天要读读书，做做事儿，争取接近他一天是一天，
指行为，不是天天到机场上拦截他，接近一天是一天，那你越来越远离他。那您的偶像是谁？您有偶像吗？我觉得现在从企业家来说，马斯克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偶像。我只纯粹从一个企业家能看到这个最优秀的一个企业家，因为他想的都是大问题。大家都说他吹牛什么东西，他真的是星辰大海，而且这个星辰大海，大家越来越觉得是必要性，不是星辰大海，不是诗人中的星辰大海，它是一个现实中人的星辰大海。而且他从来没改变过他这个方向，同时他从实现他的角度来说，他做到了把可能性、可行性和潜能都拉到现实中的一个，如果不是第一个人，也是少有的人，对吧？他最后都实现了。你看最近他那个昨天那个火箭发射，但最大的、最载荷最重的，是为了飞向月亮和火星的。虽然我们这一辈不能期待飞到那儿，但是他向那一步在迈进呢。就说敢想的人不一定能成功，但是他的敢想立居在一个强大的逻辑系统上，就是他的物理的第一性原理，物理学的第一性原理，就是自然规律的终极。这是他的星辰大海。他想的不是商业的终局，也不是技术终局，也不是科学终局，是整个人文的终局。所以他最后实现的一实现就是大的东西，不是小的东西。所以他最后是能够连成一体的，他商业闭环也闭得非常这个合适完美。所以他将来能够，我觉得他的这个企业能够为这个星球带来非常匪夷所思的革命性的这个技术更迭吧，对吧？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像这种世界级的人物不多。我为什么这么说？齐老师给了你一个评价。他说他有世界级的知识，他有世界级的藏书，他有崇高的原则性，深邃的幽默感，是我所知人类之中最好玩的人。有这样一个世界级的朋友，也让我觉得自己仿佛也成了一个世界级的人物。我绝对不是世界级的人物但是我感谢小平，在他心目中，我们43年的友谊让他对我有这个评价，就说明我做人没失败。我的世界就是我的这4本书里的体现的东西，就是我做企业新东方，做整个基金在北大10年的历程。但您至少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这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评价您的，不约而同。因为您，你看，不管是文科的这个做老师做到顶级，做企业做到顶级，做投资做到顶级，收藏也收到顶级。不，他们想说的是，就是我人生每10几年选择一段，我会走得很深比如说我翻译这个破产书商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新冠，我在2地香港和北京完成了，都隔离了，分别隔离2次。在隔离中，我几乎是有3个月的时间，这总体时间就翻了1年。总体时间我的每日的3餐是什么？就2个番茄加几块饼干。真是我活下来了。我对每个字真的像爱护我眼睛一样去爱护吧。他们都知道当我的责编是非常难的。我听说您这还有一个反思仪。对，您的编辑就专门坐后面，对，坐后面他看不见，只能看到书。开玩笑，我说那反思的，我不断在想还有哪儿不对。所以我觉得我只能够坦诚的说，我迄今选择的每一段的这个事情，我都是把自己逼到了极致我自己内卷。当然我胃还没有内卷，挺好身体还不错有些地方不应该卷，他没内卷，那还让我健康的活着。所以番茄2个番茄几块饼干，其实我能够出去吃饭，但是我舍不得时间。那是为了节约时间，只吃番茄。因为我一离开这个状态就不在了。您刚刚说到出门的时候就背双肩包，然后这个生活是这种非常极简的方式在生活。我不知道这个是您自己刻意要维持的一种状态吗？我以前有车的，但是在哪年，就是滴滴诞生前大概几个月，我就把它送给一个朋友，他创业在北京号上摇不到，
我那个时候对叫做一个 license plate 这个篮球我就送给他了，真的送给他了啊，没收1分钱。我就说你创业需要一个车，我呢不需要，但是后来滴滴诞生了，我就可以打车嘛。我在北京也骑自行车，对吧？所以我最爱骑的自行车。如果天气好的话，我挎个双肩包，我骑个自行车，既锻炼了，也看看风景，北京有什么变化，挺好的。我最爱坐的是地铁，对吧？我以前都是在北京坐地铁的，因为地铁呢，我保证最好有个座，我这个能够打开书本，因为我读的不是电子版，都是纸质书。这样的话呢，这个地铁空间就成了我阅读的一个有效空间。所以我为了这个目的才坐地铁，因为我还有一个东西，我约任何人谈事儿，我只可能找到他，但是我绝对不会迟到他，无论什么交通状况，这是我几十年要求自己做到。但是我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我期待对方迟到，因为我背兜里永远有2、3本书，如果他没到，就给我赢得了半个小时真正阅读的时间，所以我倒心里暗暗期望别太准时他，我准时，因为我先找到地方，买杯茶，买杯咖啡，我打开书，他来的时候可能我已经读了半个小时。那您也是碎片化阅读？我这个碎片化是积累起来的，就跟我翻译，我翻译没有奢侈的，天天24小时在那儿都紧着的翻译，我都是当我在机场等机的时候，到了酒店，如果还没参加活动的时候，或者是在交通工具上如果可行的时候，我要么打开电脑来开始翻译，要么思考来写下提纲，所以没有浪费的。所以我40多年来积少成多，才有了今天这几本书。所以你看我的产量是很低的，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这个书上。对，所以我的社交是极简式社交。如果我追求简单生活，我只有在社交上是最简单，我在买书上最奢侈，对吧？写作上最苛刻，最投入，最 engage， 像社交活动一样，每个文字都是我的一次 party，但是真正的 party， 它不属于我的生命，这是我对社交的一个理解。因为90年代有一个叫做 Johnson 的一个教授，我忘了他叫什么 Johnson 了，大概是 Johns Hopkins 的一个教授，他写了一本书，这书很薄，大概90多页，我20年前读到过，我现在没准备，我也说不出来，你们去查一查。这个书的最终他谈到了非常好玩的东西，就是谈人格，从心理角度来讲，personality 他分了3个，不像弗洛伊德，他说用了3个文学的这个 figures， 文学人物，我觉得至今，他这个3个人物也影响，像康德一样影响我很深。他说人类有三个类别，如果从心理性格来分的话，他说第一个堂吉诃德，他把堂吉诃德称之为2维的人 ，two-dimensional man。当然这个 man 你也可以 apply to woman， 因为堂吉诃德的世界，外在的世界是让他内在世界的直接的反射，所以堂吉诃德是不分内外的，他的内才是他的外，所以他跟风车大战，对吧？这个很多滑稽可笑匪夷所思的东西，直到他最后快临死前，他悟到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梦幻般的虚幻，他咽气了。这个人对等一个天真未凿的这个儿童时代 ，very innocent child，对吧？像布莱克说的天真之歌。那后来他说第2个代表人物，人类成长了，与现实越来越交往的多了，我们就受到现实的各种影响，所以他说第2个人物就是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是另外一个现代人的代表，老纠结于内在，不敢对外在有所行动，他把外在世界就当成内在世界，我能不能行动，我是不是行动的时机，我永远在怀疑，在诘问，在痛苦，在选择之中徘徊。所以这个说现代人都是这样，都是3维之人，大部分人忧郁worry 不幸，痛苦，纠结，选择。他说第3个其实浮士德，他叫做4维之人 4-dimensional， 他有堂吉诃德的 innocent， 也有哈姆雷特的纠结深邃和背叛，但是他能够
通过行动，不像哈姆雷特，但是又通过追求最高他认为他的这个理想能够超越，活出他的现实。所以他认为浮士德推出的是另外一个思维之人存在的现实。这个有点像佛教谈的中道 ，the middle way。佛教认为一部分人认为这个世界是有的，一部分人认为这个世界是虚幻的，是空的，或者是相对依存的。但是只有中道认为它既有也空，这我理解的啊。所以人生中如果有这样的时空转换，其实你的人生就很淡定。感觉您确实一直都是很淡定的。我非常非常淡定。几十年来经历过很多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绝望啊、终局、末日，从来没觉得这样的。所以我收藏海明威，他的那本书是我重中之重。The sun also rises，太阳照样升起。啊，我有他的签名这个版。所以这个不仅是我的藏品，它也是我的人生的一个概括吧。对吧？我想到那个《飘》Gone with the Wind 里面也说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Yeah， 我只是说对年轻朋友说，你把每一天都像明天一样期待，都像昨天一样踏实的过，你今天就没白过。是吧？那您的明天有什么计划吗？就是我的退休之后的生活。退休之后，我想在思想史或者文学史上寻找一下现在没有翻的我认为挺重要的著作。能不能花点精力去翻，再写一部著作，对吧？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我还没退休嘛，所以现在只是悬设在那儿，放在括号里。我现在目标还是工作，对吧？纯粹对象是工作。到我退休时候，工作已经放在括号里的时候，我再来回答我的问题：下一步译作是什么？下一部作品是什么？但是明年的作品已经出来，就是集藏童年，就是用收藏爱丽丝作为一个由头来谈我对爱丽丝卡罗尔儿童文学、虚幻文学、创造力、童年对人意味着什么的一个总体性的回顾。这本书可能也200多页啊，叫做 Collecting Childhood。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您可不可以朗读一下那一首诗？哪首诗？您讲到童年，我想到您之前说过佩索阿的那首《塔古斯河》。好啊，我觉得很适合作为这个结尾，因为您刚刚提到童年，我觉得很适合。哎呀，你还真读我的东西啊！必须的。佩索阿是我非常喜欢的葡萄牙诗人，对吧？所以我为读他的这个英译，我也间接的捡了一些葡萄牙文，对吧？哇！但是呢，葡萄牙文，但是他写的太好了。有几个诗人是我生命中留下痕迹的，惠特曼、T.S. Eliot，这个聂鲁达，这个还有他，那这首佩索阿，他在这首诗里，其中有这么几个诗句 ：To the Tagus is more beautiful than the river that flows through my village, but the Tagus is not more beautiful than the river that flows through my village, because the Tagus is not the river that flows through my village. 塔古斯河美过流经我村庄的小河，但塔古斯河却又美不过流经我村庄的那条小河，因为塔古斯河不是流经我村庄的那条小河，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贯穿我将近65岁的人生的一些痕迹的灯塔。我为什么会有今天，走到今天，能够这样走，都是这些伟大的灵魂在陪伴啊！我觉得对，能够又回到了最初开始的地方，您的故乡童年，对，非常。然后又有爱丽丝，也是童年，对，您马上要出版的也是童年，就是可以贯穿到可能人这一生最终还是会要回到自己。因为童年从终极它意味着什么？终极意味着不是幼稚，它是经历过幼稚，经历过经验，
经历过甜酸苦辣之后的升华后的纯洁和简单。很多宗教说，只有那些心灵成为孩子般的心灵 childlike 那些 hearts 才有资格被选为上这个 paradise。那我觉得人生也是，因为布莱克当年是《天真与经验之歌》，他那首著名的诗。那这个天真当然是儿童般的天真，经验是人世般的经历，但是升华之后，那是人生最终发展的这个终局。感谢，谢谢，感谢，谢谢王老师，谢谢啊，这么长时间你辛苦了。我要选2个能够让我休息的书。哇，你看，哇，借书证，对呀，味道。然后放学的时候还没用，哇，这全都是零散给装起来的。我历代诗画，全景放的诗画。脱鼻而来的那种书的。好。